大家好，五一小长假我们全家都出去玩了，视频玩了几天，感谢大家没有取关。通过阅读了解世界多一点。大家好，我是大鸟。出去玩的 vlog 呢，我试试剪剪吧。我们先来说这个月的书，这个月我一共看了9本。首先第一本要说的就是莫言老师的《生死疲劳》，这是一本堪比《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主人公西门闹出场的时候是1950年的地主，在土改中冤死之后，相继投胎做了驴、牛、猪、狗、猴，几世轮回都是在西门大家族内，在见证了整个家族分崩离析所在的高密东北乡从建国到建设到开放之后重新投胎作为人，跟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西门闹的灵魂喝了孟婆汤都不会忘记前世的记忆，然而前5世的轮回都没有给他说话的权利。50年代的驴为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轰轰烈烈的下地拉犁，看着自己旧时代娶的正妻小妾一众子女和长工佃户瓜分自己的遗产。60年代的牛旁观了高密东北乡那场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70年代的猪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意气风发的称王称霸。80年代西门闹投胎做了一条狗，为发迹后的子孙看家护院，眼看着生活过得好了起来，家人们却有了贪嗔痴念，不知足的闹出一场场婚外情。临近千禧年，西门闹先是脱身成了一只猴，看着孙辈们挣扎在彼此命运的漩涡之中，他也渐渐没了怨气。最后阎王终于准许他投胎为人，成了西门家千禧年最年轻的一代。莫言老师的这本书是架构在佛教6道轮回的框架上的，通过每一次投胎很清晰地划分了每个时代的主旋律。西门闹在动物的身体里面，看着亲属朋友邻居的爱恨情仇，叙述内心的旁白，可以说是一部半个世纪的记录。所以这本书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比较有趣的是，莫言还在书里记录了他自己。故事里的莫言是村里那个小时候上不了台面，长大后靠贩卖文字糊口的作家自己。西门闹在叙述中时常会穿插莫言那小子之后在他的哪本书里说到了什么什么，好像光西门闹一个人来见证这段历史可信度不高，必须安排另一个局外共谋，巧妙的把自己写了进去。这本书宣传的时候所说的幽默，我想指的应该就是这部分吧。听我说这些，大家可能也猜到这又是一本针砭时弊的小说。我觉得这本《生死疲劳》在这方面比获得诺奖的那本《蛙》更胜一筹。《蛙》反映的仅仅是计划生育这一件事情，而《生死疲劳》可以说是除计划生育以外所有的大政方针都写了个遍。然后吧，你还不能说他说的不对，毕竟叙述的主体都是畜生嘛。但也许老外看不懂中国的轮回观，也不知道这些年代背后的寓意。这么想来，我总是看不进《百年孤独》，可能也是类似的原因吧。百年孤独有看得进的朋友吗？所以我觉得如果看完这本书之后再去看《百年孤独》，可能也许就懂了。第2本书《逃离》也是我看的第2本爱丽丝门罗的书，连着2本诺奖得主的书，有一点顶哈。和上一本《快乐影子之舞》比起来，这一本篇幅相对会短一点。文学界也普遍认为门罗的短篇才是他最擅长的领域。这本《逃离》呢，一共有8个故事，都是截取了一些非常奇特的人生片段，家庭困境、邂逅、完美的错过、绅士的谎言、代际间的传承和背叛、短暂又灿烂的激情时刻等等。关注点都是来自小地方的人，特别是女性，在遇到宏大事物之后产生的诸如人生决定性瞬间，或者说人生岔路口这样的时刻。法国的俗语称这样的时刻为狼狗时刻。狼狗时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象一下，傍晚太阳西沉，从屋檐投射忧郁的影子的那片刻，万物的轮廓开始变得朦胧恍惚，人无法分辨从远处走过来的那个身影到底是自己抚养的忠实的爱犬，还是一匹来捕杀猎物的狼。在这样的时刻里，人看到的善与恶的边界变得模糊，融化成了一片血红的夕阳。我觉得门罗说故事的氛围就是介于这种善恶边界模糊的状态。他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人之处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他呈现故事的手法非常的神奇，情节和悬疑部分都是我看文字自动产生的联想，从来都不只给。事件的发生发展整个都是非常朦胧的，看他的书就感觉智商获得了充分的尊重。这种写作手法其实细想起来还是要花很多心思的，又要让读者自己想，又要让你顺着他的思路想，什么时候揭晓谜底，什么时候抖包袱，什么时候推进情节，这个节奏就非常难把握。那说回故事的主旨，刚才说了狼狗时刻嘛，我相信人生中有非常多的难以辨明善恶的这种瞬间，就像书里的罪债这个故事描写的，一对慈爱的父母，一个忽然知道自己可能是被收养的青春期少女，一个当年遗弃婴儿现在执迷于找回自己女儿的风尘女子。我们大概也能猜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故事从关键道具入手，写每一个人的表现，当你猜的8九不离10的时候，矛盾冲突也到了顶点，然后就戛然而止了。整个情节不哭不闹，没有人性的扭
曲和道德的沦丧，甚至没有真相，就看得很爽。明知他在炫技，还是觉得很爽。这种爽就是隐秘又舒服的那种暗爽，好像被这本书润物细无声地照顾了一遍内心那些灰色地带，并没有任何可以量化的知识点和成长点，但就是觉得我的感情变得更丰厚了。所以文学界管爱丽丝门罗叫我们时代的契诃夫。那这2本高端的小说，一个是通俗易懂宏大叙事的长篇，一个是精巧设计朦胧内省的短篇，这个充满了土地的气息，这个充满了高级工业化的气息，你们会喜欢哪一个呢？接下来这本东京8平米，最近看的人好像还挺多，我自己看完确实觉得是一本老少皆宜非常适读的书。作者吉井忍是一个单身女性文学创作者，自由职业，喜欢大城市的便捷和多样化。2017年她离开居住了6年的中国，回到日本。这本书就是从她在东京找房子开始写起来的。最初也是想在寸土寸金的东京找一个面积大、设施齐全、位置好、价格低的出租屋，可是跑了好几家中介都没有找到满意的，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这一间位置和价格非常不错，但是面积只有8平米的房间。通过现场照片和手绘图，我们能够看到这8平米的功能分区实在是已经尽力了。但好在这个房子出去就是各种设施，便利店、澡堂、洗衣店、咖啡馆、展览馆、电影院、游戏厅、茶店、书店，应有尽有。作者的这个8平米的房间甚至都没有冰箱。不过确实啊，对一个独居的人来说，偶尔用1-2次的家用电器，花钱买回来放在那里占地方。现在既然条件不允许，作者就直接断了这个念想，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这个8平米房间确实给我带来除了金钱以外的许多快乐，因为房间的空间太小，洗衣、洗澡、娱乐或办公这些该有的功能不得不转移到外面，这自然把我这个宅性很强的人拽出门外。在家附近写作、吃饭、洗澡、洗衣服的时候，作者遇到了很多和他一样的人，大家心照不宣地保持社交距离，也不需要约定，见面的时候简单的问候，偶尔的关心，反而还会聊一些平时跟熟人不太会聊的话题。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对社恐人士非常有借鉴意义。如果家里什么都有，就更没有出门的欲望和理由了。为了要出去洗澡，不得不和澡堂老板娘寒暄几句，为了等待衣服烘干，不得不和店里的客人聊上几句。在电影院和各种展览等人多的公共场合呢，作者也会关注其他人的言行，特别是大家对这些人言行的表现，以此来判定自己以后怎么做才是合适的，怎么说才是得体的。咱就说妥妥的一个社恐人士的小课堂。反正让我这样循序渐进的去和人接触，我是不反感的。那这一切都要感谢这个8平米的房间。安顿好了之后呢，吉井忍就开始向更远的地方探索。书里第3部分就是各种探店日常。哇，这些小店特别小众，特别有味道，专门为倒班人士开的，只在凌晨营业的茶馆，驻地市场只有商户才会去的咖啡馆，为错过了夜班列车又不舍得住酒店的旅人提供的通宵漫画书店。这些小店铺好像隐藏在大城市的缝隙里面，脱离了正常的秩序和喧嚣，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平稳地经营着。店老板和店里的顾客身上都有一种非常沉稳的气场，没有很熟，但却天天见面，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当初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度以为是类似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之类的书，看完之后发现相比极简主义的断舍离，这本书其实主要关注的还是比较实用的方面。我们看作者房间的照片也是满满当当，非常写实，所以这本书给我感觉就是很轻松很自然，属于大城市里的小美好吧。接下来这本一文纪实的看护杀人，关注的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背后的辛酸。我刚看到这本书书名的时候，以为会是保姆杀死有钱的被看护人，然后侵吞家产之类的恶性案件，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哈。书里记录的看护杀人的案件无奈到让人有点同情，被害者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病患，因为一些一时死不了的疾病，比如阿尔兹海默症、中风瘫痪、脑瘫、精神疾病等等，需要亲人贴身照顾。看护他们的亲人牺牲了自己的人生，努力照顾挚爱的家人，时间长达10几年甚至几十年。有一个最夸张的，照顾了他母亲40年的女儿，伺候吃喝拉撒、喂药、按摩，母亲卧床了40多年，被害的时候身上连一点褥疮都没有。还有一个老爷爷照顾失智的妻子10多年，妻子有暴力行为，时常殴打他，夜里还不肯睡觉，大喊大叫，任何安眠药物对他来说都不起作用。为了不影响邻居，老爷爷每天入夜后开车带着妻子出去兜风，常年的身心疲劳，严重睡眠不足，加上毫无希望的未来，很多看护者都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精神逐渐崩溃，在某一个彻底绝望的瞬间动手杀死了被看护的病人。比较让人难过的是，这些杀人的看护他们对
被看护人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的，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多年自己亲手来照顾。虽然书里的这几个案例法院最后都判了缓刑，其他亲属甚至整个社会也表达了充分的谅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被害人也是一种解脱。但是他们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很多看护杀人的同时也自杀，救回来之后走法律程序，重获自由之后仍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看看书都会觉得很压抑，根本就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如果我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呢？反正我是想不到。肯定有人会说去护理机构啊，找保姆啊，确实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换手的调节方式，但对于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允许的人，或者说像案例里这一些大喊大叫有暴力行为的病人，医院和机构基本上都是不收的。再者，这些看护人也不舍得把这样的病人交给别人打理。当然了，杀人肯定是不对的。这本书的调查团队呢，就尽可能的找到了案件的当事人或者亲属，还原案件的经过，最终目的就是想揭露这个群体的无奈，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在这个专题报道出来了之后，确实获得了一些关注，很多社会机构也开始探索更好的援助方式。更重要的是，很多有相同困扰的看护人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地方。本来觉得难以启齿的事情，居然有人跟自己有一样的感受，感到自己不再孤军奋战，说出来之后压力就缓解了很多。这也是案例里的几个家属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他们希望自己的这一段悲哀的经历可以给类似情况的其他人一点点借鉴，希望不要走他们的老路。我们单位也有这种家里有病患需要常年照顾的同事，说来惭愧，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他们工作状态不是很好，效率不够高。虽然总体来说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理解的还不够到位。看完这本书之后，再遇到身边有这样状况的人，就会很自然的愿意多去关爱他们一点，多去宽容一点，也不要去苛责人家照顾的好不好。一句无心的苛责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也希望相关的社会机构能够开发更多的个性化的护理方案，降低护理的成本，减轻他们的压力。说点轻松的吧，哈利王子的这本传记，西方世界已经当成大笑话来调侃了，但我读完还是产生了一些比较正经的想法的。结合上个月读完的戴安娜传记，我单独做了一期视频，这也就不多说了，感兴趣的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对了，这本读的是电子版，链接放在评论区置顶了。接下来这本也是电子书《中国巫蛊考察》，这本书是我某天在逛孔夫子旧书网的时候被推到的。当时吸引我的首先是这个价格，再一看书名就更感兴趣了。这也算是一本纪实吧，作者考察了我国西南很多少数民族的巫蛊文化，走访大山里那些不为人知的村落，村民口中的那几户养蛊人家，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调查他们下蛊的手段、解蛊的方法，还配有作者拍的照片，最后分析了巫蛊文化产生的原因。我记得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里写过这么一段，他在路上捡到了一个奇怪的项链，带回家之后一病不起的经历。我们在影视文化作品里，甚至日常生活中也会接触到跟巫蛊相关的事情。细想一下，好像每个文明都会有巫蛊的部分。随着文明的发展，这种事情可能会被慢慢淡化，但巫蛊之书也有可能会以其他形式继续发展壮大。这本书是上世纪90年代写成的，作为一种当时的历史记录吧，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最后一章节分析巫蛊成因这部分，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建议所有怀疑巫蛊存在的人都可以找出来看一看，系统的科学的解答了巫蛊产生发展各方面的原因。那巫蛊这个话题特别小众，也不太符合主流价值观，这本书后来就没有重印了，所以才炒到了这个价格。书里引述了很多其他巫蛊查考相关的资料，我也特别感兴趣，哪一天再去找一点资源来。那我有的电子书从来不藏着，就讨你们一个小心心，感兴趣的评论区自取，是 PDF 版本，不影响阅读。接下来是这套诗词里的中国里面的一本李白诗传。前几年我去仙居出差，当地人说他们的神仙居景点如果会背诵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可以免票。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享受知识变现，特别高兴。这篇文章有点长，我还没有背完，工作人员就放我进去了。但是回想起来，我当时好像并没有一个提取记忆的过程，这篇文章好像就是张口就来，已经是肌肉记忆了。读书的时候背了那么多古诗词，唯有李白的能够做到朗朗上口，所以历代诗人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李白，他也是我认为最值得出一本个人传记的诗人。他的身世也非常离奇，有人说他是西域人，也有人说是李唐王朝的远亲，因为时代久远，记录灭失，至今都没有明确，这也让李白这个人多了一层神秘色彩。当然这些身世八卦在他的诗歌面前都只能作为花边新闻润润色，顶流男星，靠的都是实力。这本书就是将他的整个经历和他的
的诗歌结合起来，所以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李白。因为对李白的诗歌比较熟悉，看起来特别有兴致，那些耳熟能详的诗歌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本诗传里面得到了还原。李白很真实，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喝点大酒以后都得写出来。他也会被主流价值观影响，追求世俗认定的成功，他也会失败，失败之后也要吐槽，吐槽完了继续上路。他对上不产，对下不骄，因此大家都愿意跟他做朋友。美酒美食、友情、旅行，潇潇洒洒。你说李白是不是射手座的呀？我觉得每一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一个又有才又洒脱又真实又可爱的朋友，不知道此刻你们脑中浮现的是谁呢？这套书做的很像青少年必读书单这样，所以一开始我没有啥大的兴趣。看李白这本诗传，我觉得可以单独出一本，整套也太贵了。接下来是一本学习方法论的书，我打了3星半。这本书从提高自控力、增强记忆效果、提高深度思考的能力3个部分介绍如何高效学习的。作者结合实际的学习场景，分析背后的心理，从心理学、脑科学方面分析我们学不进去的主要原因。但他介绍的学习方法是我们之前都已经知道的，比如要提前预习才能带着问题有关注点的去听课，要不断的复习，增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要学会运用各种心理，戒除一些恶习等等。看完我有一点失望，学习方法还是那几样，扩充了一下其科学性。也可能是因为我在尚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被强制灌输了这些学习方法，现在在跟我讲它的合理性，抵触情绪就已经蒙蔽了我求知的双眼。不过我觉得这本书如果给我女儿看的话，说不定会有效果，因为在刚接触学习方法的时候，总是会怀疑为什么老师让我这样做，这样做的合理性在哪里，必要性在哪里。我们小时候就是说，你别问为什么，你就跟着做就是了，大家都是这么做这么成功的。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嘛，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磨练意志的自找苦吃。我听过一句话哈，学习上吃的苦是你自己找来的，而以后学习以外的苦不用努力，它就会强行投喂给你。那现在自讨苦吃，将来可以少吃苦，人生的主动权不就这样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吗？最后这本是给家长看的，带青春期孩子的指南，我打了4星，觉得还不错。这是读库出的读小库系列的一本，我是从1至5岁那本就开始看的。虽然是法国作者，国情有一点点不同，但在了解孩子身体变化导致的行为变化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3本书给不同阶段的我带来了理解孩子的新视角。可能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孩子时候的心态。举个例子啊，我女儿现在12岁，就经常会碰掉东西，玻璃杯都不知道打碎几个了，我还总怪她顾前不顾后。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因为她的身体在快速的变大，无法很好的掌握边界感和协调性，并不是说她不想做。还有就是关于记忆力、注意力方面的，青春期的孩子经常表现出一副想要做某件事情，但是又很嘴硬，对一些我们觉得很中二的事情呢又很感兴趣，为了融入某些团体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反正我看完觉得还蛮有说服力的。有一些情况我已经遇到过了，再一次印证或者说解答了我的疑惑。有一些情况呢，我看别的孩子有，但我家孩子还没有，也算做个准备吧。看完之后按头安利给他爹看。这本书我是月初看完的，今天录视频我刚从他书桌上拿过来，单都没有翻开过，上面还铺满了瓜子壳。强颜缓消。对了，这个月还看了读库的2300，就是他们每年会有的类似粉丝见面会、解答会、答疑会之类的。这页好好看，撕下来都可以贴在手账上。好啦，这就是我4月份的阅读。世界读书日的时候，你们买书了吗？有推荐的好书，别忘弹幕、评论、私信留言告诉我。我有一个小本本，专门记录你们给我种草的好书，以后一本一本买过来看。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